印尼正强势崛起，逐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恢复历史上其先祖莽者伯夷帝国的辉煌。莽者伯夷当年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国，更是东南亚的霸主，其领土覆盖了现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文莱、东帝汶和部分菲律宾的版图，而印尼就是这个大帝国的继承者。Waktu kemarin di G20, semua lihat kan, kita mampu berdiri tegak dengan kepala mendongak di antara negara-negara besar dunia. Saya waktu salaman dengan mereka, dengan Presiden Biden, saya salaman juga. Di sana negara besar, kita juga negara besar, saya salaman juga begini. Dengan negara-negara Eropa, kita juga tidak menunduk-nunduk.salaman juga begini。印尼早在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时代就提出了大印尼主义，企图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也因此，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际，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爆发了武装冲突。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军队不敌印尼军队的进攻，危难之际，印联邦果断出手了，派出重兵反击，这才救下新生的马来西亚联邦。关于这段历史，我之前有做过一期视频，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虽然这些失去的领土迫于现实是拿不回来的，但丝毫不影响印尼想恢复当年莽者伯夷帝国的荣光。它也具备这些条件，不然也进不了 G20。印尼是全球第3大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第4大国，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东南亚唯一 G20 代表，手握1.7万个岛屿，坐拥19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和790万平方公里包括专属经济区的海洋领土，其海洋领土比中国的海洋领土还大，相当于印尼陆地面积的4倍，专属经济区达27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8.1万公里，像这种等级的国家自然不会甘心只是做一般的普通国家。中国有中国梦，美国有美国梦，印尼当然有自己的印尼梦啦。自2014年 Jokowi 上任以来，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就创下其建国历史之最，现已建成1640公里的高速公路，4600公里的普通公路，15座新机场和38座扩建或改建机场，124座新港口，仅2021年就建设了22座水坝，到了2024年计划建成65座水坝。Jokowi 通过设立一站式窗口等措施，改善印尼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外资。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订阅了，还要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有没有谈到了印尼砸了466万亿来建它的新首都？这是全球第一座以乌托邦概念来新建的城市。如果你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在2022年地区和全球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印尼也利用其 G20 轮值主席国身份，开展全方位的穿梭外交，致力于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正在日益彰显其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Yang paling penting itu bisa duduk bersama, menyelesaikan masalah, bukan menambah masalah, bukan menambah ketegangan. Mencari sanksi bukan solusi terbaik. Sanksi bukan solusi terbaik karena warga rakyat yang akan menjadi korban. Sesulit apapun masalahnya, duduk bersama, berdialog, mencari solusi yang win-win. So sanctions are not the best solution for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Menurut saya iya. 针对印尼日益上升的影响力，菲律宾学者理查德发表了题为《印尼悄然崛起成为亚洲超级大国》的文章，称这个国家已经稳步崛起，成为21世纪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个东南亚国家完全有能力像中国一样跻身亚洲超级大国的行列。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网站文章也称，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往往被专家们忽视，因为它一直被视为纯粹的旅游目的地国。但实际上，该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还是区域领导者和区域问题的调解人。印尼近日正式表达了希望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这无疑给这个东南亚人口大国更多的发言权。印尼不仅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者，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并拒绝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可见其腰骨比日本、韩国甚至欧盟还要硬很多啊！你认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
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印尼当年如何吞并东帝汶，想恢复其版图呢，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